叶倾城曾偷偷拉过小师妹，让她离小江远些，告诉她小江不寻常。白颜斜眼对大师兄说：你是嫉妒他，才会这般重伤他。嘲弄的话语，还有鄙弃的眼神，犹如一根刺，深深扎入叶倾城的心，很痛，很憋屈。看待小江，更加的痛恨。可他潜意识的又害怕小江，只能离得远远的，看自己心爱的小师妹整天欢天喜地的围着小江，一口一个小呆瓜。你这个怪物，一定会不得好死。站在远处的叶倾城内心阴暗的诅咒着。终于到了点苍山，与师父白川会合之后，叶倾城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见师父对小江颇感兴趣，叶倾城再也憋不住，于夜晚把他曾看到的事情一一告诉师父。白川闻言异常震惊，好不容易冷静下来，却不断的呢喃：竟真有此事，竟真有此事。师父。叶倾城狐疑，白川深吸一口气，告诉他：世间有一种奇药，吃下去之后不仅有起死回生的效果，还能强身固体。只要身体受伤都会自行愈合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种药会使功力倍增，是江湖中人梦寐以求的奇珍异宝。可惜至今还未听说有人见过。师父，是什么药？白川望着自己最得意的弟子，一字一字地说：回天诸果。师父，你是怀疑那个小江就是吃了这个东西？白川望着灯火陷入沉思，最后呢喃一般道：找机会再多试几次确认一下。白川的血液流得飞快，心脏也砰砰直跳。已经年过不惑的他控制不住接连不断涌上心头的激动。若小江真的是吃了回天诸果，那他实现愿望的那天指日可待。青山派一直是中流门派，于江湖众多门派之中可有可无，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多少人知晓。而白川的愿望是让青山派成为天下第一大门派，他则成为武林盟主。青山派的武功并不出众，在真正的武功高手眼底，顶多是有强身健体的功用，要想一鸣惊人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可是现在机会来了，若是能吃到回天诸果，即便是再寻常不过的招数，也有让人胆寒的力量，近100年的功力，弹指一挥间便可致人灰飞烟灭，何其惊人！届时不只是光大门派，武林盟主之位更是手到擒来。这个本来根本不能实现的梦，这时候突然变得清晰，白川怎么能不欣喜若狂？这时已经渐渐知道他心中想法的徒弟叶倾城在一边忧虑的道：若是已经没有这回天诸果怎么办？眼见梦想离自己只有一步之遥的白川，眼底仅剩不甘失败的疯狂。没事儿，他人在就行。他若真吃了回天诸果，他的血液就仍保留药效，吸干他的血就行。对，吸食他的血。叶倾城看着自己的师父，久久不能言语。正想着如何安排云南的生意，恰巧一张请帖辗转送入自己手中。打开一看，原来是武林盟主周岩之子周莫谈大婚，便派人送上喜帖，邀请渡恶城主任鹏飞。蜀地离云南有段距离，任鹏飞内力已失，唯恐被人看穿，横生波折，给渡恶城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这段时日已是鲜少离开城中，多半隐于幕后运筹帷幄，更多事情交由已经对城中之事日渐上手的弟弟任成飞。但武林盟主派手下弟子亲自送来喜帖，
可见对邀请任鹏飞一事有多重视。若任鹏飞推辞，不仅是驳了周岩颜面这般简单，身为武林盟主，周岩在江湖中的地位可想而知。杜鄂成在江湖风雨中飘摇，要想屹立不倒，便不能得罪周岩。反正云南那边的生意正好出了点事，任成飞曾在那边出事，任鹏飞仍心有余悸，轻易不会再让人过去。左思右想，还是决定亲自出马，顺便参加周大公子的喜宴。花了些时日安排打点好城中诸事，任鹏飞正要动身，弟弟任成飞担心全无半点内力的兄长，本想带他前去大理，却让任鹏飞以城中离不开主事为由，硬是留下。陈飞，你这段时间把城中诸事处理得很好，大哥很放心。对上兄长欣慰的笑，任成飞难得谦虚的害羞，白皙俊美的脸颊微微发烫，很快又被对兄长的担心掩盖。他不放心的道：哥，你现在内力尽失，就这么出行，我实在不放心啊。内力已失的事情，任鹏飞知道瞒不了弟弟多久，已经向他坦白。至于内力尽失的真正原因，却没有说明，只道是练功走火入魔。现在知道任成飞为自己担忧，任鹏飞笑着拍拍他的肩，反道：大哥这次出行自然会有安排，更何况为兄办事，你难道信不过？任成飞顿时哑口无言。和做事莽撞的自己不同，他这个哥哥可是稳重多了，别说出什么大事，连小祸都少有，反而多半是自己惹出的麻烦，牵扯连累了兄长。这么想来，却也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那哥，你一路小心啊。任鹏飞笑着合手，撩起衣摆，坐上早已等候多日的马车。任成飞目送马车远离，直至马车消失在眼前，才转身回府。凤娇娇死在青山派弟子手中的消息，很快便由武林盟传至全江湖。青山派因此得到的风评，和武林盟赏下的千两白银不作谈。白岩对此事却颇有微词，但此时被父亲软硬皆施，硬是把功劳压在了门派弟子叶倾城身上，且事情已经传遍整个武林，已是回天乏术。白岩只能闷闷不乐，转头对小江满心抱歉。小江仍旧傻乎乎的该干嘛干嘛，丝毫不以为意。武林盟主儿子大婚，他们去领赏银，正逢时机，便被安排在一处厢房等喝喜酒。白岩向父亲抱怨无果，回来见小江坐在饭桌前，喜呵呵地吃下武林盟主府上杂役送来的点心，一副不知世间忧愁的样子，让他心中闷气顿消。坐在旁边用手指戳戳小江光洁的额头，嗔笑道：小呆瓜，你真是个小呆瓜。小江不解地抬眸看他一眼，低头一口吞进一块甜糯的凉糕，呵呵地笑，嘴角沾上一块膏屑，尤为可爱。白岩不禁扑哧一笑。周莫谈公子的婚期在即，白川对小江的试探越发密集，趁白岩不注意，不时指使他去干一些危险的事情，亦或是暗中下黑手，致使他不断受伤，然后看他身上的伤口自动愈合，在最后终于下定决心。那一日，白川打发叶倾城扮住喜欢缠着小江到处转的女儿，给小江端去他最喜欢吃的食物，里面放了不少迷药。小江不疑有他，开心地如数吃下。可白川等了又等，不见小江昏迷，以为自己买错了药，可又不甘心就此放弃，在小江不注意转过身去之时，点住他的穴道，让他无法动弹。末了，扶小江上床躺好，关紧门窗，扭身望向小江之时，一副势在必得的凶狠嘴脸。小江这才隐隐感觉不对，可身子却怎么也动弹不得，只能望着眼前的男人坐在床边，取出一把小刀，
划开自己脖子上的血管，鲜红的血液滚滚而出。白川眼中贪婪的绿光乍现，低头张嘴就吸入腹中，顿时觉得吸入的血液流经之处都烫得不可思议。小江受痛，眼中的光芒渐渐变得不一样，但白川早已看不见，眼中只有让自己觉得血脉奋张的红色猩红液体，更没察觉小江的手指正缓缓收紧，最后化为爪，深深陷入他肩膀的骨肉之中。白川痛得脑门直抽，忍不住大吼一声。更让他惊恐的是，他苦练多年的功力正像水一样源源不断流失。不！白川发出一声又一声惨叫，声音冲破门墙，传入正在不远处的小院里的人耳中。当时白岩正不耐烦地与叶倾城交谈，本想离开去找小江，却硬是被叶倾城以种种理由留住。现在听到小江屋里传来父亲的惨叫，顿时心一惊，抛下叶倾城先一步冲过去。可等他赶到时，屋门紧锁，他冲不进去。叶倾城赶到时用力一脚把门踹开，出现在眼前的一幕让二人皆惊。白川原本乌黑的发变成一头银丝，因为常年习武，看起来不过30出头的人，此刻比70老翁还要虚弱苍老。叶倾城反应过来，扑过去把师傅拉开之时，只见手里形容枯槁的师傅眼白上翻，身子狠狠地抽搐几下，便直接咽了气。师父！师父！听闻叶倾城惨痛的呼喊，白岩才回过神来，冲进屋中，看见父亲已断气。他怔怔地望向仍呆坐在床上的小江，他的脖子被划开一道口子，血液染红衣领，可现在血已止住，伤口在自行愈合。再看向父亲，看他死得凄惨，看得心伤欲裂，最后坐倒在地上。那一日，小江被抓住关押，罪名是谋害青山派掌门白川。叶倾城以及弟子悲愤不已，要求武林盟主主持公道，并直言小江体质不寻常，非一般人，乃妖物，才会致使他们的师傅内力枯竭致死。在武林盟主之子大婚大吉之日突发这等事情，不仅怒了周岩，更红了上门喝喜酒的各个门派中人的眼。小江为现行犯，被当场抓住，证据确凿，江湖众人义愤填膺，要求武林盟主即刻处罚犯人。江湖中人百无禁忌，尽管喜宴之期死了人视为不祥，但犯人如能绳之于法，更能大快人心。周岩与其他门派掌门商议之后，决定在第2日于众江湖中人面前以棍杖之刑处死小江。朝廷虽有民间不能动用私刑的律法，但面对强大的武林中人，此类事情向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不危害朝廷，便任由他们私自解决江湖纷扰。正在各大掌门商议怎么处死小江的时候，被绑起来的他明白自己犯了错，正郁闷地想应该怎么办，丝毫不知道自己处境之危险。可是当天深夜，披麻戴孝的白岩出现在小江面前，红着眼睛，也不多看他一眼，把绑住他的绳子逐一割断之后，带他逃出地牢。小江，你快逃吧，他们要杀了你。白岩哑着声音指着某个方向，示意他快些离开。小江有些呆然，傻傻的想伸手去碰白岩颊边晶莹的水珠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你快走！白岩狠狠地瞪他。走啊！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因为我会亲手杀了你。杀父之痛，他如何能忘记？可他也明白，定然是自己的父亲有不轨之心在先。这一次
让他逃，到底是为什么，他也不知。可下一次，他会不留任何情面，杀他为父报仇。小江被推离，傻傻看一阵悲痛欲绝的白岩，终不敢再上前，退后几步，踉跄跑入夜幕之中，消失不见。白岩看他走远不见，泪流满面，终是忍耐不住，跪地痛哭。接到武林盟发出的追杀令时，任鹏飞已经踏进云南境内，正朝大理赶去。周墨谈的婚期将近，生意也只好先放一边，免得到时候赶不上参加婚宴。武林盟此次发出的追杀令，悬赏银两多达1000两，与杀了数十人的凤娇娇不相上下。看见追杀令时，任鹏飞还以为是哪个作恶多端的恶人，仔细看来不禁莞尔。武林盟此次会开出如此之高的价钱，恼羞成怒的成分居多，毕竟人居然是在武林盟总坛跑出去的。被杀之人是青山派掌门白川。任鹏飞印象中，这个年逾不惑的掌门并无多少本事，在江湖中连个熟脸都混不上。任鹏飞之所以会知道这人的存在，是因为身为中原第一城的城主，与江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若想在江湖中混得不错，就得知己知彼，就算不能知道所有人的事情，至少得清楚整个武林统共有几个门派，在江湖中地位如何，他们的掌门分别是谁，免得得罪了人也不自知。这样的一个小门派的掌门，若是平日真被人杀了，估计也不会引起多少人注意。可这次他居然是死在武林盟主的府中，并且还是在武林盟主之子周墨谈即将大婚的时期被人杀害。周延大怒，江湖中人义愤填膺，当然也不乏起哄凑热闹之徒，原本只有3分的事情也被闹满10分。更何况这人明明都被抓了，眼看就要受刑了，这节骨眼上居然跑了。武林盟主的府中，各大门派掌门多半在场的时候，一个不怎么会武功的小小犯人就这么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跑了。这些人没气出毛病来算好了，一怒之下也不管这人犯的到底何罪，总之是赏银1000两，不论死活逮住就行。任鹏飞并没有亲历此事，但看完追杀令，再派人出去打听一番，便能把事情猜得8、9不离10。虽然赏银1000两是个无比诱人的数目，但任鹏飞丝毫不以为然。一是这些银两他这个中原第一城的城主根本不放在眼里，二则是这次出门在外，一切事宜他只打算速战速决，根本不想再牵扯更多麻烦。三嘛，他私以为这个叫小江的青年也蛮倒霉的，且不论他为什么杀死白川，但为这事惹上整个武林这点就真是倒霉到家了。被官府抓住，顶多以命抵命，被江湖中人围剿，那些人仗着正义之名玩出的手段，却能叫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说实在话，在江湖中混久了，任鹏飞比任何人都明白其中的阿杂，只不过向来不点破罢了，免得成为众矢之的，引来灭门之灾。任鹏飞没把心思留在悬赏追杀之事上，到了一处驿站，换车换马休整完毕，便又出发。此去大理有水路陆路可选择，走水路便去岸口乘船直上前往大理，然后再换马赶到点苍山，比起陆路来多费不少功夫。但任鹏飞思及追杀令一事，想来这段时间江湖中人在一路上设下抓捕小江的陷阱肯定不少，走陆路会更麻烦，便只好改走水道。从大理之下的某个小县穿过，赶往洱海岸口途中，马车惊扰一个穿街而过的小孩，任鹏飞的手下扑出去把人抱住护稳。任鹏飞闻声揭开车帘询问：可有重伤？回城主，无事。给小孩留下些银两，咱们赶紧出发。
是。短短的停留之后，一队人马又继续赶路，却不知一个一身是血、蓬头垢面之人出现在他们方才停留的地方，焦急转望，把周围的百姓吓得四处逃窜，也不自知。这人就是从武林盟主府上逃出的小江。这几日一路上，他好几次险些被人抓住，又以一身让人瞠目结舌的敏捷身手侥幸逃离，却在逃跑途中被飞出来的暗器所伤，现在身上都还埋有几把飞刀，每当他一行动就不断深入，让他的伤口无法自行止血，更无法愈合，血流的他嘴唇发白。每次身上见血，他都有狂躁杀人的冲动，可都被他硬忍下来。经过白川一事，小江已经隐隐察觉杀人是不对的。小江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到这个小县城里，然后躲在小巷中痛苦地调息。在半梦半醒之间，似乎听见让他眷恋不忘的声音，便在顾不上身体的伤，以最快速度来到声音传来的地方。可除了街道上见他可怕模样不断逃窜的平民外，他根本未见日思夜想的那个人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小江焦急地在原地乱窜，无意间对上一个瑟缩躲在街角的小孩的双眼，他正是方才差些被任鹏飞的马车撞上的那个小孩。只见他又惊又怕地看了一阵双眼通红的小江后，突然意识到小江想要找什么，便伸出手指出任鹏飞马车离开的方向。他们往那边去了。小孩话未说完，小江的身影已经消失在眼前，小孩不由一呆。